刚入职，我奖励自己一个3万块的包包。公司保洁知道价格，拎着水桶抹布来到我面前。你爸妈养你不容易，就是让你这么铺张浪费的。你这一个包把我1年工资都花了。从这个月开始，工资交给我保管，另外让你家人准备婚房1套，先怀孕再领证。我们家3代单传，生儿子才能进门。我反手就把水桶扣在他脑袋上。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来碰瓷了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李美英被我扣了一脑袋脏水，顿时尖叫起来。我擦了擦自己的手，冷眼看着她，哪来的神经病？咱们公司保安这么废，什么人都进来。闻言，李美英火冒3丈。我是公司保洁。是保洁啊？我还以为哪个精神病逃出来了。大妈，你白天做梦，小心扣工资哦。离我远一点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径直去了工位。李美英还想叫嚣。经理来了，看见一地的脏水，不免黑脸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那么多水？保洁干什么吃的？李美英忙不迭收拾干净，临走之前还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我嗤之以鼻，什么玩意儿？要不是我爸说我成天在家上网对天对地，让我来公司打发时间，我才不来呢。结果刚入职就遇上精神病。我把进口零食分给同事，熟悉之后，他们告诉我，李美英是老油条了。她看见新入职的小姑娘就说教，她儿子都40了还没对象，一天到晚像个婆婆一样管闲事。那为什么不开除？对面的同事撇撇嘴，她便宜啊，公司节省成本，她1个月2000，其他的3000呢？我惊呆了。就这，还2000？他儿子是公司保安，1个月3000，怪不得李美英母子俩因为价格低留下来，可是性价比太低了，又是惯犯，不能留。珊珊，你下次低调点，他就不会盯着你了。闻言，我不由得笑了。低调？我要让他后悔盯上我。李美英真的不长记性。刚打扫完脏水，又来了。彼时我在茶水间泡咖啡，他凑过来看着我的咖啡杯，啧啧感慨，现在的年轻人真会享受。这杯子不少钱吧？他眼睛倒是毒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啊，500块。什么？500块？蒋珊珊，你可真是败家，一个杯子500块，还不快点退了？你可笑哎！我花自己的钱关你什么事？我端着咖啡杯斜睨了他一眼，少来招惹我，会气死了。一把年纪了还拎不清，小心我投诉你。李美英气急败坏，蒋珊珊你真是不知好歹，我是关心你，现在的年轻女孩太败家了，以后结了婚可不能这么大手大脚。我被她说笑了，这大妈看谁都是她儿媳妇，没完了是吧？大妈，你不用担心我没钱花，我家的钱都是我的，我想怎么花都行。至于那些拎不清的外人，就别操心了。什么年代了，还倚老卖老，少吃点萝卜吧。李美英顿时一滞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蒋珊珊你说啥？你家的钱都是你的，你没有兄弟姐妹？我没搭理他，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粗糙的皮肤摩挲着我的胳膊，我顿时恶心不已，一杯咖啡泼过去，少碰我。随之而来的是他的尖叫，还有经理的呵斥，吵什么？我满脸无辜，经理我投诉，这个保洁上班期间无故串岗，还动手动脚。李美英装腔作势，刘经理我就是提醒他不要大手大脚，
免得到时候月光。跟人借钱过日子，我也是一片好心啊。刘经理看了我一眼，又看看李美英，行了，人家家里条件好，用不着你操心，再有下次你就别干了。闻言，李美英只好讪讪退到一边，不过看我的眼神依旧炙热，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，转身去做自己的事。下班后，我一个人去了地下停车库，刚起步，突然前面冲出来一个人，吓得我赶紧刹车，猛然间抬头发现居然是李美英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我紧紧皱着眉头，李美英也被我吓了一跳，连忙跑到了驾驶位，拍打着我的车窗。我视而不见，直接拨打远景电话110吗？有人碰瓷。我在湘江大厦地下车库挂上电话之后，我降下车窗看着他。李美英怒道：你疯了？你是想撞死我啊？还有赶紧打开车门让我进去，下了班了你带我回家。我一脸诧异看着他，大妈你脑子没问题吧？我告诉你我已经报警了，你要再骚扰我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李美英冷笑一声，冲着不远处招招手，一个猥琐的男人走了过来，身上还穿着保安服。看到他这副模样，我下意识地便想到了，这应该就是李美英的儿子，那个40岁还没有找到对象的老光棍。此时正一脸讪笑朝我走过来。我妈说了，虽然你年轻，嘴巴不饶人，但是念在你没结婚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赶紧的带我跟我妈去你家看看，听说你家里还给你买了房，你的车也挺不错的。说完这就要上来动手动脚，我直接摇上车窗，把他的手挤在缝隙里，痛得他不由得叫了起来，快快快松开！我静静看着他，就是不动。松开，迟了，今天我非让你付出代价。李美英在外面骂道，小贱人，我叫你松开，听见没有？以后我儿子有个什么，我绝对不饶你。呸，你们两个不要脸的，竟然还敢碰瓷我！你是哪个保安公司的？我不光要投诉你，而且还让你滚蛋！李美英气得脸色发青。很快远警就过来了，他一看我真的报警，当即脸色难看起来，还嘴硬，是他开车撞了我，还说我碰瓷。哎呦，我浑身都疼啊！我淡定把行车记录仪交给远警。他碰瓷，这个男人性骚扰，我严重怀疑他们是相互配合，想要拐卖人口。我的话让远警立马神色严肃，在看见记录仪上的画面，还有录音时，远警当机立断，将李美英母子俩人带走。我回去就在公司群里艾特经理，李美英被抓，我司不能再让这种人留下来祸害人，公司如果不处理，就是纵容罪犯。发完之后，刘经理过了好久才回复，用人一事我无权过问，但是公司不会录用有前科的人，早说不就行了？现在不是有前科了。李美英跟她儿子被关了2天，公司重新找了保洁过来，保安公司我也投诉了，他儿子被开除，我的世界总算清静了。我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，没有讨厌的人总算是消停了，而同事也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。珊珊真有你的，你一来就把他给赶走了，现在你就是我们公司的大功臣。珊珊，你可真厉害，咱们庆祝一下。没问题，我在公司这半个月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，加上本来同期进来3个新人，部门也要办迎新会，所以干脆就这个时间一起办了。打定主意，刘经理他们订了烤肉店，一时兴奋，喝得有点上头。我也看得出来，没了李美英在公司，大家都好像打了鸡血一样。看来这家伙的确让人恨得牙痒痒。酒过3巡，我起身踉踉跄跄地去了洗手间，酒精带来的刺激让我有些头晕，
突然间面前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学好，喝这么多，来，妈带你回去。突然间一股大力将我死死地摁住，我扭头一看，居然是李美英。这家伙阴魂不散，什么时候来到这家餐厅的？他身上穿着保洁员的衣服，我立马反应过来，当即就要把他甩开，却被他死死拽住。乖媳妇儿，听话，公司聚餐你也不能喝这么多啊。珊珊啊，小伟挣钱不容易，全都给了你，你可不能对不起他啊。走，跟妈回家，不喝了。他干过体力活，力气极大，我挣扎不开，紧跟着就要喊，嘴巴却被一只手死死地捂住。有围观的人看过来，李美英忙道：这孩子，跟你说了，妈在这上班，你不放心还要过来看，结果喝多了吧？挣扎的空隙，我看了一眼李美英，她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来。等人走远了，她怒道：死丫头竟然敢报警抓我，还害我丢了工作，我铁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等到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看你怎么飞。她眼里的凌厉让人不寒而栗，同时掏出手帕就要捂着我的口鼻。我猛地抬脚跺下去，她顿时吃痛，我又抡起胳膊给了她一巴掌。李美英当即尖叫起来：啊，小贱人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服务员，你们家保洁打人了！我不顾一切冲出来，同事们也都出来了，见我一脸惊慌，顿时将我拦在身后。怎么了，珊珊？帮我报警，他有迷药。说完，我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，四周一片慌乱。等我恢复意识，已经在医院了。同事张丽在我身边：你可算醒了，吓死我了。李美英呢？我要告她。她走了，袁景墨查出来什么？他说看你喝醉了扶你，你反过来打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闻言，我顿时一口气上不来，这简直就是无赖。我把事情经过告知，张丽也是一脸震惊，这是犯罪啊！李美英她到底怎么想的？这是赖上你了，你可要小心啊！我捏紧了拳头，把他赶出公司还不行，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。这次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。出院之后，我主动去了那家餐厅，不出意外，李美英还在。她看见我，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。小贱人，你还有脸来？这次不成，总有一天能成。我笑眯眯看着她，亮出自己的戒指。看见没？这个戒指刚买的，2万块钱，又顶你1年的工资了。怎么办？不对，现在你的工资恐怕1、2千都没有吧？闻言，李美英的眼里闪过一丝贪婪，还有狠厉。我只要他看着钱着急，却永远都得不到。你那死鬼儿子一辈子也娶不上媳妇，你眼红也没用。我就是要让他怒气重生，逼他自乱阵脚，到时候对我出手，我也不怕他。毕竟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，现在我可不会那么傻了。李美英气急败坏，对着我就要扑上来，却被我一脚踹开。就你那点脑子，也就只配这种活。我每天开着豪车，住着别墅，一个人住一大间房子，不知道有多幸福。说完，我踩着高跟鞋走了，没有错过身后的狠厉目光。我故意释放出来的消息，就是要让他知道，我是一个人住。李美英这种贪婪的人，肯定不会错过的。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，当保镖告诉我，李美英那个儿子进了别墅当保安的时候，我顿时笑了起来。他还真是有点人脉，这边被开除，那边就入职了。也不知道这家保安公司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，能把一个有前科的人送进来。看来保安公司也该好好治治了。一连1个星期，我都能看见李伟脸上露出的狞笑监控显示，
他借着巡逻的机会，把我家周围都摸清楚了。通过监控画面看见他的一举一动，我真觉得恶心。不过我也没闲着，时不时亮出我的珠宝还有豪车。每次李伟看见我的车，眼里抑制不住的欣喜，那样子好像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。终于1个星期之后，他憋不住，从围墙翻进来了，一落地就鬼鬼祟祟撬门进去。我收到监控提醒时，就看见一张猥琐的脸，当即就出来了。你是谁？干石磨的。此时的李伟正在我家酒柜前徘徊，半瓶洋酒下肚，脸上带着红晕。看到我他笑了起来。我妈说的没错，你这小妞儿长得好看，又没结婚，还是独生女，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。来来来，让我好好疼疼你。看到他那副模样，我不由得翻了个白眼。滚出去，在赶上前后果自负。妈的，小贱人，是你害得我妈被辞退，现在我要不从你身上讨点利息，你还真当我好欺负呀。他说完就冲了上来，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吹了个口哨。他愣住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两头庞然大物便对着他冲过去。等李伟看清楚，顿时尖叫起来。我特意买了2条猎犬，就等着他。当李伟跳起来的一刹那，那狗便冲了出去，直接对着他咬了下去。别墅里传来惨叫声，不过这边都是别墅区，根本无人在意。直到20分钟之后，我报警，远警来到家里，看见这一幕，惊呆了。2条猎犬嘴上都是血，正兴奋地围着李伟打转。地上的李伟看见远景，顿时跟现了亲爹一样，嚎啕大哭，抱着远景不放。救命啊！他放狗咬我，他要杀了我啊！我出示了监控，他入室抢劫还想对我不轨。我在家里养狗，没犯法吧？但是他借着工作翻墙撬门进来，这可不是保安应该做的时候啊！看见监控，远警当即把他带走。李伟一路哭嚎，还想要我赔钱。他大腿被咬穿，住院不说，还要赔偿我的损失。我那瓶酒价值30万。李伟入室抢劫，起步3年。李美英在警局撒泼打滚，远警给他普法，也被他打断。什么入室抢劫？他们是男女朋友，他去女朋友家里喝点酒，怎么就成了入室抢劫和行凶了？都是这个小贱人，你叫蒋珊珊出来跟我对质。远警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顿时愣住了，也联系了我。我带着律师赶到了警察局。李美英看到我就扑了上来。蒋珊珊，你说这不就是一场误会？你跟我儿子在谈恋爱，你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？你也不撒泡尿，看看自己是什么德性。我和你儿子谈恋爱，我有病魔。我对着远景，他原来是我们公司的保洁，就是因为骚扰我，被我举报，现在又怂恿他儿子来别墅。我看他就是故意为之，不是什么误会。李伟就是罪犯。李美英一听，当即就要扑上来，被远警拦住。好了，有完没完？人家小姑娘都有证据，你一张嘴就说你儿子跟她谈恋爱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有。他拿出了手机，你看这是他对我公开的。如果不是跟我儿子谈恋爱，他为什么要发这个？他还回复了。我偏头一看，他居然找到我的社交账号作为证据。我只是在上面分享自己的日常，时不时跟网友互动。我哪知道那个网友就是李伟，可这也不是证据啊。此时听见他这样说，就连远景都被他整无语了，直接让他不要在这里闹事，否则也要把他抓起来。他一下子跳了起来。我看你们就是看中了这小贱货，你们跟他是一伙的，他是不是拿钱收买你们了？远景不干人事，
冤枉我儿子，你们没一个好东西。他在警局里面大吵大闹，甚至还羞辱远景。这次，远景也忍不住了，猛地一拍桌子：闹什么？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呢？哪知道李美英却跳起来抓了远景的脸。这一下袭警被关了10天，彻底没救了。而我悠哉悠哉地回去。回到公司以后，我跟同事们说起此事，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李美英这是得了失心疯，她怎么想起来的？太恐怖！珊珊，你下次别回去了。我感觉她还有后招，这种人不挂在墙上根本就没办法消停。我不以为然。李伟都进去了，李美英想对我动手也得掂量掂量。她哪一次在我这讨到便宜？也就上次我喝多了差点啄了她的道，但是往后不会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李美英比我想的还要执着。李美英拘留出来之后，便拉着横幅坐到了公司楼下，知道我有钱好面子，直接引起了仇富对立，甚至还找了很多自媒体和公司来抹黑我。金阳公司蒋珊珊打压穷人，不给活路。她在镜头里面哭着说道：我本来就是个保洁，1个月2000块钱，在公司里干得好好的，就因为之前说了他2句，被他投诉，公司把我开除，我就上别处找工作。结果没想到他去餐厅吃饭，撞见我在做保洁，又把我投诉了。我们穷人上个班怎么就这么难？更过分的是，我儿子当个保安，也被他投诉开除，甚至把他送进监狱。蒋小姐，求你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在你面前出现了。李美英声泪俱下，在公司楼下这么一闹，出来进去的人都看见，她也丝毫没有收敛，直接亮出了我的账号，还有我本人的照片。我也二话不说报了警，远警来了以后把他们赶走，李美英转战线上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让我名声大噪，但是这也掩盖不了他儿子犯罪的事实。我这次是真的莫客气，联系律师开始固定证据。就这么几天时间，李美英签约网红公司，公司给她打造的是单亲妈妈人设，勤快质朴，跟儿子2人相依为命。作为对照组的我，就是有钱又恶毒的富家千金，看不起穷人。他们制造贫富对立，在网上四处渲染我的光辉事迹。第2天我去公司的时候，刘经理一脸为难：珊珊，你看这是闹的，李美英这件事情现在影响极其恶劣，我知道这都不是你的错，但是你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。我不禁挑眉，这是要开除我？有些事不要问得太清楚，我们公司还是要面子的。你说你跟一个保洁过不去怎么回事？我笑笑，明白过来，只是他不知道，我是过来体验生活的。主要是我爸不想让我在家里边待废了，所以才让我上班的。现在集团公司千金大小姐被一个保洁员碰瓷，甚至还在网上这样说，我爸还没出手，刘经理就着急了，想要开了我，还让我回去休息。既然他说了，那我就真的申请休息。刘经理看了我一眼，没好气道：我说的是你自己离职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凭什么要我离职？不然你开除我好了。另外，我申请休假，不是征求你意见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刘经理气急败坏，当即就把我踢出群，我也没搭理他。而李美英也引来了不少网友的支持，出门在外，互相帮助。大小姐面子挺大，赶尽杀绝是吧？哪个大小姐？开河，有钱了不起啊？欺人太甚！无脑网友一股脑地冲了进来，对我进行肆意侮辱。我也没客气，让律师固定了证据链。还有一些人比较理智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有钱人会这么蠢，蠢到和你过不去。
有钱人1分钟上下几百万的进出，他们会闲着没事和你一个老太太过不去？你儿子被抓起来，这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谁信啊？但是这些很快就被淹没。李美英每天上蹿下跳，甚至还发信息给我，蒋珊珊，你现在跟我认个错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到时候等我儿子出来了，你们2个继续当朋友，不然我这次一定要让网友把你给骂死。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，居然敢跟我这样说，我不由气笑了。李美英可真够蠢的，发信息这种事情怎么能够用自己的号来呢？这会儿不是亲自把证据送给我吗？我也没跟他客气，转手就把这一段发到了网上。李美英，我有3问。第一，我的钱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在我入职第1天就让我把工资给你，配上公司监控录音。第二，你让你儿子在地下车库碰瓷我，怎么说？附上地下车库行车记录仪和报警回执。第三，你撺掇你儿子借用工作之余入室抢劫行凶，这是远景都已经定论的事儿，你居然还觉得我是在欺负你？真当有钱人是这么傻这么闲的吗？附上别墅监控，我把所有的证据全部都贴了出来，顿时网上炸开了锅。没有想到我准备的这么充分，甚至一点机会都不给他。真相曝光的那一刻，李美英被反噬，一开始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网友们也真是嘴毒，我天，我以为是有钱人欺压老太太，没想到说这老太太自己不要脸，碰瓷有钱人。小姐姐造了什么孽，居然要跟她40岁未婚，还有前科的儿子相亲，真是想吃绝户都吃不明白，自家儿子什么德行，心里默点逼数。我都看笑了，他以为大小姐是软柿子呢，人家早就想好了对策。看到网友们这么理智清醒，我笑了起来。而此时李美英再也受不住了，她直接冲到了我的别墅外面，举着横幅，还有一些不死心的死忠粉跟着她一块。无良豪门挤压穷人生存空间，害我工作，害我清白，甚至还开了直播。当我开着豪车路过的时候，他们一下子冲了过来将我拦下，幸好有保安还有保镖在，没酿成大祸。我坐在车里看着李美英挑了挑眉头，冲她一笑。李美英顿时受不住了，就是你这贱人，害得我儿子被关起来了，你居然还有脸笑。我挑眉，我为什么不笑？想少奋斗20年，那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本呢。李美英，你哪来的脸？要是你儿子年轻20岁再拔高20厘米，或许我还能多看他一眼。可惜啊，就李伟那样的，别说40岁，就是20岁也没人要啊。闻言李美英顿时崩溃了，你敢这么说我儿子？那怎么了？这是事实啊，他出狱回来没工作，又被咬残了，怕是更没人要了，这都是你该受的。李美英，脑子不清楚就去治，在这碰瓷，你找错了人。旁边的人帮腔，小姑娘说话太难听了，你那么有钱，施舍一点怎么了？就是挺漂亮的，说话这么苛刻，将来嫁不出去。李姐，你就跟他死磕到底，看他能不能受得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都是无赖。我指着那帮人，你们就跟在他后面肆意诋毁我，证据我已经全部都保存了，你们就等着收传票吧。至于我嫁不出去，用不着你们操心，因为我有钱啊，不用愁。倒是你们，一把年纪了还跟着造谣，儿女都为你们感到羞耻。有钱人确实是有钱，而且我们想要对付他们，绝对不会手软的。我也不是闲得没事非得针对他们，我来公司不过就是为了打发时间。事实上我也有自己的事业，可是李美英非得上蹿下跳的挑我神经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
我再一次报警，远警将他们赶走。李美英信誓旦旦要让我好看，我直接在网上公开所有事情经过。之前她在网上抹黑我，已经传播过万，评论也过万了，造成的不良影响，对我对公司带来的损失，我都要讨个公道。仇富以及想要吃绝户，这2个标签要是打上，李美英这辈子都别想好过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她的真实面目被曝光出来，之前被她骚扰过的女孩纷纷下场。我头一份工作就遇上了她，当时只是买了一条项链，还是我妈送我的，结果她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家人好，要跟我妈做亲家。我也是，她是惯犯，看见单身女孩穿戴好一点就动心思。她那个儿子1.6米高，歪眼掉牙，40岁没结婚，对着女孩就开黄腔，谁惹到谁倒霉。别说单身了，我跟我老公闹别扭了，被他听见，他居然要我离婚，跟他儿子好，还说等我生了儿子就让我们领证。我真的会谢，看见那么多女孩都被他骚扰过，我放心了，看来我不是异类，李美英才是。她的真面目被曝光，之前跟着她一起骂我的人排着队跟我道歉，我也在网上亮出了证据。我什么都有，有钱有时间，各位请接招。随之附上的是律师函，顿时网上一片哀嚎。小姐姐真狠，是我错了，给个机会吧，我不该骂人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未成年，小姐姐饶了我吧，不然我妈要打死我。他们开始装可怜，可这不是他们网暴我的理由，想要趁机蹭热度，我也不可能再给他们这个机会。我有钱也莫闲着，每年我们公司做慈善捐出去的钱也有记录，而且我从大学就开始创业了，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自己挣的。我不否认是家族给我的底气，让我能够在这里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这是我们家几代人打拼出来的资源，为什么要便宜了他们？机会永远是公平的，我们抓住了风口能够挣钱，那是自己的本事，你抓不住，好好的过你的日子。我们本就不是一个圈子的，何必要强求？李美英不出意外，因为造谣被判了3年，那些骂我的人也都被我送去改造，未成年交给监护人处理，虽迟但到，我一个也莫放过。我的世界终于清静了，而这次之后我也回去公司，还有一些人要我处理。当我爸陪着我一起去公司时，刘经理脸都绿了。蒋珊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公司因为你遭受损失，你还敢回来？我嗤之以鼻，为什么不敢？你这种人还在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爸，公司节省成本，请个保洁都要那种奇葩，我都怀疑刘经理跟人事是不是故意为之？不会是对家请来搞垮公司的吧？听见我喊爸，刘经理懵了，抬头看着我，又看看我爸，当即慌了。蒋总，这是我女儿，之前我让她过来体验生活，还特意跟你们说了，有个人帮我关照一下。我爸的话让他愣住了，随即我爸反应过来，哦，我忘了，你职级不够，没通知你。他的脸色极其难看，我也没客气，拿出公司之前的花名册和财务报表。你看，李美英工资2000，可是财务打款5000，3000去哪了？外面大厦的保安用的是李伟，可是入职资料是别人，工资3000，打款5000，这些差价不知道肥了谁。我在公司这些日子可不是白待的，这会儿拿出证据，刘经理脸都绿了。蒋总，我爸发话了，把差价退回来。另外，相关人员自己离职，公司的那些弯弯绕，我爸清楚得很，
有些事他不说，不代表他不知道。刘经理的脸肉眼可见地沉了下来。我在公司这些日子待的时间不长，从头到尾处理这件事，也不过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没有直接挑明。毕竟是自家公司，有些人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心中都有数。但是拿我家的钱当大风刮来的，我可不能忍。刘经理没办法，只能将负责此事的人给叫来。事后证明，他这几年从中捞出好处多达40万，我也让他全部吐出来。小姑娘还一脸不服气，反正都是公司的钱，怎么了？这年头招到李美英这样的便宜人，那是给公司省钱了。我不过就是拿点好处，怎么了？见他一脸无所谓，刘经理都觉得难看。别说了，魏石魔不说，有钱人真不拿人当人。我1月5000还要加班，李美英2000，就干点活还能休息。他对我们口没遮拦，你们都不管，我拿点钱当损失费怎么了？闻言，我一脸震惊，这个理由，我真没想到。他也被骚扰过，还甘之如饴跟人家相处，我也是震惊了。这不是你贪污公款的理由，40万，退回来，你自己离职，不然就进去跟他作伴吧。我对着刘经理，这个人跟你也是亲戚关系，你任人唯贤之不知道已经犯了我们的大忌。现在我只让他赔钱走人，要是再说些什么出来，我就顺藤摸瓜直接查下去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听见我这样说，顿时刘经理脸色惨白，狠狠瞪了一眼旁边的女生，沉声道：按照蒋小姐说的去做。她却跺了跺脚，一脸不服气，你们就是欺负人，上一个这么说的，已经被我送进去判了3年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贪污40万，够你判多久？出来之后什么都没了，想要重新找工作，按照现在的大环境，你自己掂量着来。我的话让他脸色铁青，他也应该明白，究竟我能做到什么地步。毕竟有前科，还是挪用公款，这样的人出来之后，恐怕也不会有公司要他。最后，他不情不愿赔了钱，自己离职。刘经理降职，这次也没人再多说什么。处理完这件事，我顺势接手公司，我爸将这个公司交给我打理，我也直接大胆改革，该保留的保留，该摒弃的丢掉。我的公司就要公开透明，轻松有效。3年后公司利润翻倍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李美英出狱，我也在同城新闻上看到她的身影。李美英故技重施，重新入职了一家公司做保洁，又看上了一个姑娘，跟人家说3道4的，甚至还要人家姑娘8字，说是要合婚。被拒绝之后，李美英阴阳怪气，可是这次那姑娘没有客气，她脾气火爆，而且还练过跆拳道，一巴掌就把李美英打得半边脸红肿。李美英还不服气，气得报警，还要叫嚷着让姑娘给她养老，被女孩一脚从楼上踹下来，当场摔断了腿。女孩恰好也被查出来有精神病，李美英欲哭无泪，女孩全家放话，限一次打一次。她在这个圈子里彻底臭了，没人录用她。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恶人还需恶人磨啊，这就是他的报应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